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近日去世。朱镕基去世其实引发了网上这个大规模的评价。那关于朱镕基，好的评价认为他是这个邓小平这个派系改革的一个这个主力战将，包括帮助这个中国进入 WTO， 带来之后经济上腾飞。但是朱镕基一生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就是当时的国企改革，大量的国企员工下岗。我们今天就从这一点请到这个福耀和大宇和大家一起聊，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是在这个中国长大，也是北方人，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感受因为受地域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我先说我吧，因为我是在这个山东胜利油田，胜利油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企。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国企到底是什么样，因为很多你在海外或者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企它不只是一个企业，就你一个企业正常我就是赚钱我就干什么，中国的国企它是一个小的一个社会一个王国。就比如胜利油田，它的这个胜利油田管理处的局长和我们当地的东营市的市长，他们从这个职位上是平级的，然后就是说理论上是谁都管不了谁。然后胜利油田自己它是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公安局，就是我们那儿公安局叫什么胜利油田公安局，然后那个中学就是胜利油田一中、二中什么什么三中，然后往后，然后有自己的医院我们这叫中心医院。所以你看它和地方政府没有两样，地方政府不也是就是运行这些，你要运行学校、保障医疗，但是这个大型国企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它内部本身它就是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想到，当朱镕基的这个政策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它会有多大的影响，对不对？对，我也跟这个子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这国企这东西在中国真的是很特别的，没在中国生活过的你可能无法想象，它可能就差没有铸币权，不能生产钞票，地方政府也没法生产钞票。你说这个辽宁省省长，我说我能自己印钞票吗？也不行啊。那么他不能这个组建军队，甚至他治安都有自己的治安队，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说没有自己的银行。但是呢，很多别的东西它都有。我感觉这就像这个北京的一些大院的感觉，还不完全是大院。大院是一个生活区，它是一个小社会，它是一个独立可以运作的。你就像这国企吧，你像我了解的哈，因为我对这个印象太深，因为我在北方嘛，那北方和我那个城市，它就是很多国企，它的形式这样的，比如说随便举一个国企，一个军工的国企为例哈，我就不说叫什么名字了。那这个军工国企呢，它处于这个城市的北方。这个城市的北方，整个一大片区域都是这国企的。这国企呢，它不仅自己有这个名字，它有它的下游的工厂，那么多工厂叫不同的名字，都靠这个大国企来生存。因为大国企它是生产这个军工，生产这个某个终端产品，对，然后装备。很多 OE， 它需要很多 OEM 提供零部件对，就这意思。它要提供仪表啊，它要提供你的外壳啊，提供你的轮胎、发动机、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就这意思。一个厂，一个厂，对，到底你说还是我说呀？对，不说，就是一个厂负责一个，你知道吗？你看你得叫我说完是吧？然后呢，他到时候组装到，就是说他这些整个庞杂的，它组成一个小社会，对吧？然后在小社会里边，每个小工厂，每个小的下游企业。它可能有自己的学校，然后大的这个核心这个企业哈，它有好多个学校，从这个幼儿园一直到这个小学，再到中学，收费很低它就是给职工办的，就职工学校，但它不那么叫，它叫1校、2校、3校、4校、5校、6校这么叫。然后呢，还有自己的医院，那刚才就是子定也说了，有自己的洗澡堂子。1号澡堂，2号澡堂，还有澡堂，只有澡堂，你们都没有。东北是澡堂，我们那儿没有澡堂。那你们太落后了，对。有澡堂，有自己的市场文化，有自己的市场。你们还有市场，有自己的商店商店那是对，对。就可能我们那个国企比你大，有自己的家属区，而且我们那家属区很高级，都是苏联原件的。那个家属区都是现在很多可能都扒掉了，3层楼，然后建的特别的精致。它那个每个楼，它那个窗户有楼花，它雕花的，石头雕的。然后呢，它的上面是瓦铺瓦的，是这个立体铺瓦的。然后每一家还有个1楼的话有后院，就一家3层楼，这一圈中间一个大院，大院是活动区，你知道吗？就是全都这么盖的。
3层楼一个围，一个围里边那个活动区大概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没有那么大，还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里面小孩去玩干嘛？大家聊天是没问题了。那房子盖得很结实，因为早年盖的，都是分配的房子。对，分配的房子，那会儿分配。但是呢，这个整个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制哈，你在里边生活，从小到大你离不开，所以呢，这个国企的生活圈它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裙带关系，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这个厂子啊，它一个企业哈，它国企嘛，它如果很大的话。它不止一个工厂，它好多工厂，所有的工厂是编号的。比如说，随便说哈，什么111级、12级、13级、76级、73级，它都是就用数字编好号的。所以你在学校里，你就会跟同学会聊天说啊，你爸是几厂的，他爸是几厂的，你家是哪个厂的，对，都知道。而且这个还可以世袭。就说你这个爸爸在哪个厂当厂长，对吧？然后你可以介绍关系，然后叫你家人到那个，当然他不一定世袭他的职位，但是你可以通过他的安排进到这个企业工作。所以他就是一个怎么说？你可以不用成绩非常好，你也可以不用你这个各种能力非常突出，你只要有关系，因为国企大家就是一个。关系网，对，关系网有关系才能凭关系就进去了。这个就是南方其实没有很大的国企，但是南方经济很发达。对，这个我们其实之后会谈到这个经济模式。你刚刚提到，其实就是抛砖引玉，说到这个，对，我是砖，对这个。你来说玉，你来说玉，就是你说的很对，关系网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圈子很小，大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面，然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没有就业机会，就是所有就业机会都在这个厂，就是和这个相关的。你如果离开了这个体系，你就很难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朱镕基的政策后来带来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北方受影响非常大的问题。没福利，没能力，你没有办法。对，这第一铁饭碗。对我们先说这个没有工作机会，再说能力问题，因为能力问题又和这个体制有关系。就是真的是没有工作。你像在北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做生意或者你干个那件事，我们叫什么？个体户，对呀，对，就是个体户都叫瞧不起，对，就是你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有一种潜在的贬低对方的意思在，因为国企是铁饭碗呐，铁饭碗丢不了的，只要你不反党，只要你不反，而且就像你看，可以子承父业啊，对，是，真的就是他，比如说油田招工的时候，他有段时间是优先油田子弟，就类似这样，就是说，对，而且那个国营企业有自己的技校。你只要上技校，还有技校包分配，可以去做工人的，你知道吗？技校，对，这辈子妥了。我跟你说，你只要混一个工人，你就是你石油工人，你可以做钻井啊，做采油啊。你像军工企业，你上生产线做这个车床啊，或者做机床，或者你做什么东西，年底还给你分配大米还油啊！对，年底的时候是。然后你们的童年记忆可以。你们的国企有没有电视台？有，我们那有电视台，有电视台，对，然后每年底下给你分大米和分油的时候，你还得上个电视，感谢领导，感谢党，感谢组织，真的，你要上电视，真的，就它和一个地方政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胜利油田和东营市是平级的，然后就真的是平级的，然后自己有自己一摊，自己就是从朱镕基改革的时候开始，就是国企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国企它变得更像企业了，而不是像之前一个它就是小王国，医院要脱离，然后教育要脱离。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的学校叫什么油田几中，后来油田不要了，叫胜利几中，就类似这样的，就是然后归整个我们当地叫东营市去管，然后公安局也改制，然后全部归东营市，然后就是说。你改制完了以后，你这个胜利油田，我就是开采石油、勘探石油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改制。当然，下岗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当时一旦下岗的话，其实他下岗的不光是这一个人，他是连他的后代的这个未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到这得重新组织，因为过去几十年
都是这种可国企的是你都已经习惯了这个生活模式、工作模式，然后一下子让你就是没了工作，再让你去开始一个新的行业，很难，白手起家的感觉。就是在南方或者在海外，你台湾、美国人很难感受到那种感觉。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城市全部的就业机会都是这个国企，而且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在这个国企。当你下岗的时候，当时是下岗背景是什么？就是说，当时国企要改革改制，特别是很多效益不好的这些国企，因为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企它很多时候是人浮于事。就刚才大宇说的，就是说何止人浮于事？你先讲，很多人不干活。我跟你说，一个厂里面可能干活的就那么几个，倒不是我，但是这是你在任何一个北方的国企，南方国企我不太清楚，但北方的这个很多国企氛围，它就是这样的，人浮于事。你干活的人还没领导多我跟你说哈，不止如此。他是这个服务态度会很差，因为那个国企啊，它是有自己商店的，你爱买不买，包括澡堂也是，你去了之后，对，特别牛，你来洗澡了是吧？你这个人家就像领导一样，他不是服务业，而且你到那儿都不知道是我是服务员还是你是服务员。他商店里面还会留一些特供，你知道吗？就说有一些好东西，给领导要给，不是给熟人的，他留下来了。哎，或者卖熟人便宜点，卖你贵点，你当场被你抓包了，你说为什么他这么便宜？你爱买不买，对吧？我怎么为啥？他不会给你解释的，但你知道我认识他，对吧？我认识的我就卖他便宜点，或者给他留的从箱底拿出来了，对吧？他也不是定价，他就利用手中的这个权利，他就成特权了，行一定方便。而且投诉没用，大家都认识，大家都还不进都见，对吧？就你只要有一点点权利，是，你不说我是一个科长或者什么，我就是一个售货员，我这手中有这个权利，我都可以行使好处。所以在这个大型国企的氛围里面，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对，太可怕了。这种国企的这种组织形式哈，它这个带来的，它可能吧，在里边生活的人会觉得，第一，可能生活有保障，因为铁饭碗，我怎么优越感？对，我怎么践踏这个职位，我都不会被开除啊，除非他太过分了哈。这第一点。再一点，可能这个呢，就说他在这个社会里，它是一个人情味极浓的社会，所以你会觉得这里边好像有它好的一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儿；不好的一面呢，就是人情味儿过于浓，就是有很多像刚才说的商店跟这个关系好的给你多点，非关系不好给你少点，这就有矛盾。你必须要有关系。你上个小学，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好像是上学，要是在当年的4月份之前出生，你才能在9月份上学。然后你如果4月份之后出生，有人想上学，你就要找关系，找这个小学的老师，再找小学校长。就是你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在找关系，就是你干任何事情都需要关系。你上学需要关系，去医院也要干关系。就你干任何一个事情，你第一反应是，哎，我在某个地方认不认识一个人？但是这个是中国人普遍的一个，就是生存的方式的感觉。现在，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些国企当中的人是很享受这种感觉的，是吧？他就是那会儿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模式就这样，他想不到别的模式，就是大锅饭，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或者什么，这就是你的整个世界了。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我就是这个世界。我没有去过北京，没有去过上海，我也没有去过美国，我也不知道资本社会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整个世界。你如果让我下岗了，我能干什么？那是有点空白。我能干什么？对，就是我这个城市，我这个城市都是围绕着这个企业。这个所谓大的这个国企而生存的，就是感觉国中之国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小国小独立的一个圈子，就是在我所在什么都有。我在那个区域里面，所有就业机会都是这个国企的。对，当你从这个国企离开了以后，你能干什么？你只能上街去摆摊，你开一个小商店。但这些也都需要资本，而且你就算在国企里，因为它是国企，所谓国企其实是党企，就共产党管的企业，所以它虽然里面不管有人情味这样，那是人跟人之间的，但是你一旦到领导那一层面，都知道每个厂每个单位都有党委书记，所以这个党它对这个国企控制非常严格，你稍微有一点跟党的动作不一致，你可能就会丢掉饭碗，所以它是控制人民的一种形式，叫你跟党保持一致，你如果保持不一致，你这铁饭碗就没了，你再找工作没有。后来还有国企改革，你可能还去看个体户是吧？以前个体户都没有，对，你就是靠国企生活，没有的话，那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对，就不像美国，你说我去开个 Uber 或者我去那个，对啊，他没有什么。我去麦当劳做个服务员，或者是怎么样，我找一个工作什么，以前没有。而且这种情况就是说，在北方的这些以国企为主城市很明显，你如果去天津、北京，那个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这些城，包括上海啊，包括广州那边，这些私营经济更发达的地方，你的机会会更多。对，还有那个对国企还有自己的北方嘛，有锅炉房。它冬天供暖是统一供暖，对都有，对电厂，对这些你能想象到的，它都有，它这里边。对，就是说你生活的必要元素，它都具备。很像，就是说共产党那种，就是它很像政府。它就是一个政府小细胞，对，分散在它和政府的结构其实一样的，头都是党委书记。因为你在政府里边也是这样，你是八爪鱼，去这个关系，你也是可以去这种世袭啊，所谓的你也可以托关系怎么样，是给你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在国企这可是领导才能吃的。你们那个国企领导是不是用铁缸子泡那个人参喝是吧？泡人参水，对不对？你是不是领导的亲戚？这么多细节怎么知道的？我是不是还送过什么盐大生产之类的？真没有，我这个我们家我不懂抽烟，我受不了烟味。但是这个人参大家是那个比领导瓷缸子里泡的人参好多了，你知道吗？你这个太有东北的这个氛围感。你说瓷缸子，这人我就想到那个感觉像那个怀旧电影里边的感觉。以前就这样啊，是那样，是没错，它非常有年代感。但咱这个呢，不需要泡缸子里，就像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和后来就是市场自由化的完全不一样。朝鲜和韩国其实也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是产自于韩国，所以你可以看到韩国有这么多的产品，包括这个都是私企的，都是私企，这也是私企的。这个叫普瑞堂玄宝黑参，然后我拿这个应该是一个特级黑参，所以你看它比较大。然后它不同产品有这个口服液啊，也有这个原参对，所以它是这个九蒸九铺。如果大家对参感兴趣的话，或者对东北历史感兴趣的话，东北也产参嘛，所以从来没说我来自东北啊。感觉已经可以去这个去我们这个官网上用我们这个优惠码，然后去购买这个原参。东北人吃人参多吗？这个还行吧，他老年人确实会吃，切成片泡水。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你自己上山挖就能挖到，是吗？对，那么多吗？我也不太清楚，我就好像不是，也得买是吗？也得买。以前东北是有那种长白山千年老参，确实有，而且你采参之前，我也不懂了，他说是要把这个用红绳把人参绑起来，因为它会跑吗？它会跑掉，对，你再找就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挖不就得了吗？但我不懂为什么他要先绑个绳，然后再挖，不知道为什么。对，反正就是当时有很多关于人参的传说，确实，而且上山采参还要拿棒子敲啊什么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习俗。你采过吗？我没采过，但我听家里老人讲过，他们小时候都去采过参，都采过参，真的。对，但是它不是长白山了，就是别的地方。可能也有吧，但是长白山可能是更这个有名哈。对，是。就刚才谈到这个，就是国企它人浮于事这个情况，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真的就是说你，真正一个单位里面干活的没几个，然后经常就是是打牌。我印象最多打牌是吗？啊，对，就是像电影里也是这么演的，打牌有，叼着烟然后打牌啊。对，打牌有，然后。麻将的好像也有一些，麻将就是南方更爱打麻将。它整个就是效率很低，就是你从这个企业运作来说，效率很多，会养很多闲人。你说打牌，我在想，对啊，他们平时玩什么？对我们那国企还有自己的电影院啊，对，对吧？有电影院，不止一个，对，有自己的公园，对，全部配套，它就和政府是一样的，一切都是，就真的是跟政府的这些这个是一样的。还有运动场啊，自己的运动场不止一个，对。所以运动场、假山呐什么的这些，是平时他们搞运动会也是玩吧，看电影也会去那儿看，对。然后还他们娱乐活动也有看电视那种小电视，以前的那种小电视，我就感觉很腐败呢。它是所以效率很，所以我刚刚说这些就是说，当时朱镕基国企改革它是有一定背景的，就你想想我们描述的这个国有企业是怎么样能在市场化竞争中和外国企业或者什么竞争，这是。在朱镕基看来，这是中国就根本发展不起来，行不通的，所以他要把
真的把企业变成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这是它的背景。当然，它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而这个副作用在你像当时有些地方，像沈阳的铁西，包括就但凡是以大型国企为核心的这个地区，然后因为效益原因大幅度裁员。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买断，有这种说法叫买断。什么买断？就是说，因为你人事关系是终身是在这个企业的，所以买断就是企业给你付一定钱，相当于买断你现在的这个关系，你从这个职位离职之后，从此和这个企业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当时就是经常听到的就是买断，就是比如说有夫妻俩有一方买断或者怎么样。但是说句实话，就是说买断的人有好有坏，就是有能力强的，就是说他可能到很多到别的地方，到南方啊，我有到上海、杭州或者到深圳，他能力很强，再读个研究生或者怎么样的，对。但是也有一些真的是你特别你在国企惯性待了这么多年，然后到一定岁数，你真的是买断或者叫下岗以后，你真的是就很难再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生路了。对呀，对，除非你这个技术特别好，开机床啊，然后你。因为北方就东北啊，还有北方啊，重工业比较多，北方普遍都重工业，对，所以你要机床这方面技术懂的话，可能吧也能找到一些工作。但很多人他就是也不学无术，其实，很多人下岗之后呢，我知道的，比如北方有的城市，比如沈阳，就兴起了一个小吃，叫做烤鸡架。烤鸡架，对，在90年代特别流行。这个在以前学校门口有卖过。为什么？因为正经肉吃太贵了。鸡架虽然肉少，但是你能解馋，而且烤一烤还挺好吃。对，所以当时在这个那边，其实不止沈阳，别的地方也是。对，就这种烤鸡架，这种一点点肉的哈，但吃起来还有滋味，可以下酒的，就特别多，而且很便宜，一个才5块钱俩，好像是吧？以前好像还更便宜，以前好像反正很便宜的。然后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这东西。现在在美国的中餐馆，如果它是北方菜，都有烤鸡架。你吃过？我还真没在这吃过。你可以点一下，也许你会爱上的。对，女生会被它征服的。对，是。他说这个什么采人参啊，没有这北方很多大城市没有，它周边它可能采一些野菜，包括什么狗宝，你听说过吗？没有。狗宝是一种咸菜，它就是吃起来很脆很梗，但是挺好吃的。出国之后，那好像一些韩国超市还有卖的，是吗？对，我只知道苦菜，还有灰菜。狗宝这个特别下饭，很好吃的。要是有机会，你们可以到不说这个，可以到韩国超市看一看。我觉得你们真的是经历还真的是很多哎，这都是亲眼见到的这些事情吗？这就是北方城市很多日常，对，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北方很多国企的，我觉得这可以拍一部牛来。你是要嘲笑国企出来的吗？而且你在国企，如果你像我以前有朋友，他是中原油田出来，还有青海油田，就是你同样这个背景出来，感觉很亲切，因为你这个文化生活经历很对。说到青海，我以前大学有个同学，他是青海油田，青海油田很有意思，他们是在敦煌外面，敦煌属于甘肃，他们所在地是在甘肃敦煌西面。叫七里镇，就离敦煌大概7里，7里镇，但他们是青海油田的总部，地方是在甘肃，但是他们的户口考试是在青海，就是，然后他们本身当然和其他油田一样，也是自成一体，所以也是一个就是所谓这个国企的一个写照和反应，但是后来都进行了一定改制啊，包括下岗。其实当时的下岗其实和这个企业的效益是有关系的，你像。胜利油田或者大庆油田这些就是龙头这个国企，它的效益还不错，所以它买断也好，下岗的职工也好，数量还好一些。特别是有一些小型中小型国企，而且它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是在夕阳行业，本身效益又很低的话，他们受到影响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大的。对，你像北方有的国企很大，它那个建的配套设施。就比一般国企还好一点。你像有的幼儿园，它带游泳池的。天哪！对啊，幼儿园都可以带游泳池。对呀，我的幼儿园就带游泳池。真的吗？真的吗？带游泳池的。都不是都有，就是说有一些啊，
那不是，就是凉水。对，当然幼儿园里不错，对，他周末还会开放给社会，但是社会里面也都是这个大工厂里边的职工会去，对，所以这个待遇以前生活环境好好啊。那不行啊！当然那会儿呢，就是在95年前后，像他说的，就是国企里边的职工真的嘲笑那些搞私企啊，对，他有这种，他有一种鄙视链，优越感，叫鄙视链，他觉得自己是铁饭碗，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具备。对，所以在北方考公考编这个概念是国企是根深蒂固的，就是你要去公务员，你要去国企，你要怎么样，对，就觉得是人上人，真的。当然你因为后来你到外面去读书或者到美国，你会觉得非常可笑，但是它背后它是有历史和文化的渊源所在。对，能理解为什么朱镕基推行这个国企改革的时候，那么多人就真的是对于朱镕基情绪很大。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做好就是保底的措施，他保不了。就是你像，就前段时间讨论这个斩杀线啊，就很多人其实不了解美国情况。美国其实这什么斩杀线，美国 food bank 到处都是，就是你要美国真的确实有一些流浪，那些人都是很多是就是和 drug 相关的，对。你真正你在美国就是美国美国有些人是很有爱心，他就像 food bank， 所以 food bank 就是食物就免费提供食物啊，里面什么米啊、豆子啊、什么罐头啊，什么都有，牛奶、果汁，什么都有。而且你去领的时候，他不会审查你，就是甚至有的人开着雷克萨斯、开着奔驰去领他们都是给的。我跟你说，其实排队的时候，中国老人比较多。中国老人是，就很多人贪便，但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需要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美国它其实是有很好的保底系统。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医疗这个有很多弊端。你如果真的是没有钱的话，你去医疗，你是先救治你，然后再谈费用。如果你真的没有钱的话，美国的很多医院他会找一些，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些大的，你像那个慈善家或者有一些这种慈善基金，他们会帮你去付，所以绝对不会说我现在生病，除非我要进急诊，说你先交钱，交完钱再给看病。现在美国绝对不会。现在有个更极端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病人在国内，他要输血才能救，医生告诉他家人，你必须先去献血，献等量的，然后才能给你亲人输血，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发生了。啊，它这个非常不合理。这个中国的血库很急缺吗？对啊，它就你像，但是这个真的是很极端了，这个对啊，就是说朱镕基当时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福利和保底制度，所以导致你在大型国企的聚集区下岗之后，你的生计就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就是说当时的经济是不是不足以去支撑这些下岗的员工？当然了。他福利都发不起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任由这些职工怎么样。对，特别是阵痛嘛。如果2个职工同时受到影响，我觉得那简直是天都塌了。因为你从小到大你就是在这样一个社区，而且你又是有那样的一个心理，这样的社会形势又不是人民自己选择的，是中共自己给他推开的。然后就说东北，那他以前呢，日本人建设的非常好，他留下了很多重工业的基础。所以一开始为什么中共把这个东北说是共和国之子夸上天？确实，以前东北人他就北方人，就是他很骄傲的，他觉得自己工业处于全国水平，很多东西生产要靠他们的工厂的，所以他们对南方什么的也很鄙视当时。但是他这一改，结果人南方人家是这个经济头脑，扬眉吐气，经济头脑很厉害，一下发展起来了，很有钱。那东北一下，现在你看人口在净流出，东3省都在往外走人，而且生育率好像是辽宁是全国排倒数的生育率，然后就很惨现在。而且越往北，它很多当地就是完全靠财政补助，比如说你像那个大小兴安岭，它很多很偏僻的一些乡镇，它其实就是林场，就是说整个当地全部都是国有企业，比如说林场，然后所谓的你这个全部都是公有制的，你的它形成内循环，就是说你基本上你的这个教师、卫生站，包括林场的人，全部所有人基本上80%-90%镇上的人都是这个国营企业，但是他们产生效益是非常少的，完全就是靠国家补贴来维持运作，来维持形成这个当然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在90年代当时的这个很多国企它的本身的效益已经是非常糟糕，财政状况很糟糕的情况下，当时朱镕基祭出了这个。
当时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治安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要骑自行车上下学，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就是一定要叮嘱我，就是说一定要小心，特别是不要太晚回家，就是有那种就是我们叫什么 random， 就是随机的这种是攻击的这种事件。对，也有北方有一阵儿啊，流行叫刨根儿。刨根儿就是你在前面走，后面有人拿铁榔头嘣砸你脑袋一下。那是刨头，为啥叫根儿啊？不知道，它就叫刨根儿啊，刨根儿。所以当时频发，然后呢，但他打了你就是抢你钱是吗？不知道啊，那或者劫财劫色。那不懂，或者就纯粹情绪发泄，就是这个社会不让我活了，他就是要干这事儿，可能。OK， 对，所以在北方很多城市是有这样报复社会的行为，就那会儿就已经有报复社会，它就是一种报复，它就是现中的行为，当时就已经发生了，就是因为下岗，所以这个事情给中国人带来真的特别北方很多城市很多地区，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就刚才说东北地区，到现在人口净流出，生育率也低，大家都不想，因为当地没有机会。就到现在朱镕基那个改革，他这个都没缓过劲儿来。所以东北失落了30年。但以前日本人建设的非常好。那段时间，但不是说这个日本肯定他的侵略，倒不是。但是我们客观讲哈，在这个满洲国时期，在日本建设那段时间，他确实把东北建成了就是你可以说排进前3的整个大的工业复合体工业区。它的这个辽东地区的整个这工业复合体，它跟德国鲁尔是相媲美的。长春当时是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啊，它有这个亚洲第一个抽水马桶，还有很多的配套设施，铁路啊各方面，东北建设的非常超前当时。但是后来共产党一接手，衰落就开始了，那就开始停滞。他把这整个就国企化，本来人家日本做的也是按照这个正常社会市场的来做的，但是呢，共产党一接手，全面都是国家共产党接手，然后就改造成他这种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必须遵从党的领导。然后呢，你遵从党领导，给你一个正常的工作，给你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呢，你在里边可以就说你衣食住行都在这个小圈子里边了。你要是稍有反党，或者是稍有这个自己的独立意志，你可能都会排除在外，那你这辈子就毁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是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而且也养了这帮人的惰性。那当突然之间他要改，你说这谁的责任？当然你个人可能有责任，但是大家 follow 你的 order， 对吧？对，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但朱镕基那没有，说改就改，咔，然后改了之后，很多人就没有就是生活的前景了。就是他把你裁了，但是没有给你一个有效的一个退路，就是你无路可退，我也就生活不下去了，什么也不会干，别的不会干，我怎么弄呢？而且本身就业机会少，你说你如果你放在现在的上海、北京，你说你没了工作，你再找，当然你知道当时在国企有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别的城市就在我知道的那个圈子里边，你上这个公司的就这个企业的技校，就是更好，就是去读大学还不如去读这个技校，因为你彻底包分配。因为当时这个90年代嘛，对，它已经有些大学已经不包分配了，以前中国大学是包分配的。因为后来就不包分配了，但是这个技校是包分配的，你只要去学，你有工作可干，而且这还是个铁饭碗。就是它有一段重叠的时期，你知道吧？我知道。就改革没彻底之前，它这个国企跟私企的过渡，它有个过渡期，那也持续几年。对，技校也是这个国企办的，对，因为就不是所有人学习都很好，一般来说，学习好的你考到什么清华、北大、上海这个广州都没问题。一般学习差一些的，就是你去技校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对，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包分配，然后就是很多你像我的很多同学，他们会学石油专业，然后就是为了回到油田，然后家里就是你在油田，你就算是平头百姓，你多多少少也稍微认识一个朋友或者什么东西，想办法这个给你孩子找工作，但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阶层会固化。就你看，我胜利油田的工作或者国企的工作，也不是说什么多高大上的工作，但是就连这样的工作，它都会形成固化，就是你外人很难是进来的，就很多都是慢慢都是油田子弟，或者是稍微好一些的岗位都是油田子弟。那你外地来的，你可能你去采油，你去
钻井，你去井下，你就是这个前线比较苦的。那学校就叫子弟学校。对，对，所以对它这个子弟概念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就是把当时的一个历史或者当时的一个过程给大家带来，把这个荒谬给大家呈现一下。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当时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整个中基是一个很难在短时间内评价的，而它的这个国企改革也是你很难一两句话去概括或去评价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我们个人的这些过往的这些经历啊，或者是东西，把它其中的一角表现给大家。就是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在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你是否在国企生活中，或者是周围有什么家人朋友经历过当时的下岗啊，当时这个买断，也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